回来啦。我看看他们有没有回来。哎，他俩没有跟大家会合，没去。没回来呢。真的，我们是第一个回来的。走去天台看看。走。走吧。教你弹琴。好啊。哇，这里好漂亮。哇，好舒服。白天比晚上还舒服。对。漂亮。你会什么乐器啥的吗？以前学过钢琴。哦。但是现在等于没学。我小时候也学过，然后就忘记了。你可以教我弄一下吗？嗯，超简单，下下上下，你试试，是最简单的。要下下上下。太用力了，然后都给你崩断了。你再来一次。我教你哆来咪发嗦吧。好。你学过钢琴，学这个很简单。首先哆在哪里？哆是空的，就是拨一下，哆，瑞在哪？这里，这里。啊。然后这就可以弹一个瑞。玩的特开心，两人。啊。行，还是好听的音色。对啊。咱们要不要去做饭啥的？可以啊。走吧。你会剥蒜吗？会。那你剥点蒜吧。要剥多少呀？3瓣、4瓣就可以。感觉和你聊天很轻松哎。我跟迪迪讲话，然后我说什么，他说啊。迪迪是什么？迪迪是笨蛋美人。笨蛋美人。哦，我会忍不住的哼歌。挺好的呀，你哼你的呀。怎么有我在你哼不出来？我怕你觉得我吵。发生什么了？这个语调，我怕你觉得我吵。不会。挺好的，说明你的心情好。这个真的没有办法。他说，哦，这是不是那个，要熏死他是吗？熏死他。是不是峰峰说的那个什么兰花蟹呀？哦。对。你看看它，这是蓝色的，真的是蓝色的。就像中毒了一样，这个颜色。哇哦，真的是蓝色的。那个峰峰也知道我给你写了信了，对吧？他早上不是跟他说了吗？他在找话。他应该知道我有2封信，他应该也猜到了。没事儿，今天他肯定就不写给我了，你信不信？为啥呀？我直觉。你觉得他想写给迪迪？我不知道他想写给谁，但是他肯定不会写给我啦。你觉得他喜欢你是吧？啊，他好直球啊！他真的问的问题每次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又不知道。就是只是室友而已，关系好的朋友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音响？不选什么？不选音响。开始往前倒了。对。翻旧账。你看到我的礼物了吗？我看到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就觉得我应该这个，而且我也很喜欢乐高。是。但是他为什么就会觉得峰峰不会选择他呢？也有可能是说反话嘛。或者是他先给自己打个底。对，打底的成分比较多。如果真发生什么，你看我之前说过吧。我面子上也过得去。对，聪哥说的对。你可能就错过彼此了呀。到了吗？到，就是这里，左转。会不会很重？不会重。感觉是。哇，好漂亮！是不是很漂亮？超漂亮！欢迎光临我们的小屋。好棒啊！是不是很美？请进。还有一个庭院，好美。是的。
然后我们还会经过一个厨房。哦，玲玲和晨晨在那边。回来了，他们4个人回来了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泳池。哇，杨哥真的是很捧场。哇哦！哇，这个地方是晚霞最好的观景的位置。Oh my god！ 那个是谁啊？有新嘉宾吗？不是吧？你期不期待新嘉宾？还好，没有特别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欢迎来到我们的院子。曾曾真的上头了，音频都高了。对。哇，这个很好呀。其实我也有点想过去。太过分，那你去吧，你去看看，快点，然后你打探告诉我。行。 Hello， 玲玲，有来看我们的新嘉宾是不是 ？Hello， 杨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王玉林，你好，欢迎来到3号院子投影。哦，可以，我住在这儿是吧？跟你一起。可以啊，好。我得去餐厅下厨了，需要帮忙吗？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好。晨晨，哎呦，你看看。 你还知道过来呀？差点说成回来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想说你还知道回来呀，然后改成了过来呀。是。晨晨，你还知道过来呀？太过分了，你这个人。哎呦，你看看。怎么过分？我在那儿等到了杨哥。杨哥什么？那个螃蟹，你看。好，我来。 你们今天下午是什么情况？今天开心吗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今天下午什么情况？我好想知道你们的故事。这就是醋意满满的对话呀。他们两个都吃醋，试探。没了，说不了了。Hello， 这是我们邻居纯纯。Hello， 杨哥你好，纯纯。真的是新嘉宾，你看。真的吗？我今天下午是跟杨哥一起约会的。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一段。然后我做螃蟹。好，晨晨，你要我帮你吗？我们这个弄完就没了，我也没有准备什么，就3个素菜，要不趁热尝一口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是不是还可以？他们帮我们买。要不要尝一口？热的时候，热的时候。你看。热的时候。怎么办？你还蝌蚪吗？哇，杨哥，要不要尝一口？热的时候。 你给杨哥尝一个啊！这儿给杨哥尝了。来，给我吧。谢谢。哎，你看杨哥，你看杨哥，你看杨哥真的漂亮。杨哥真的说死，杨哥宁肯烫手都要接。杨哥，手都烫出泡了，杨哥都接过来了。这么大个水泡，刚才我看到。我手都被杨哥拍烂了。喂峰峰的时候，杨哥就在门口。对。杨哥都看到喂菜，他说：“哇，这俩是什么意思？”下一秒马上喂到他那儿来了，都懵了。我还想再看一下杨哥接那个菜的动作。倒回去一下。哎，来了。这叫名场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再分析一遍。你看喂的时候，那个杨哥就在门口，眼睛都瞪着。你给杨哥尝一个啊！来，给我吧。杨哥很搞笑，他想要单手拿，后来双手捧，然后手上。我会这一瞬间喜欢上杨哥，因为他是非常有礼貌，因为妈妈告诉他接受礼物要双手接，这是从小的礼数。即使再烫也要再烫都要双手接。如果是一勺汤，就咬在手里，
你们看到后面了吗？杨哥把那个油在手上搓开了，当护手霜搓开了整个抹到。你看的太细，我看太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很关注我们杨家的人。这期太妙了，所有人都精神了。杨哥今天晚上回去写信写给谁啊？谢谢你烫手山芋。你看到那个玲玲吗？玲玲是以为要喂给他，然后穿过他的嘴，然后妈呀，他只能走掉。先走了。玲玲以为哇，终于都喂我了，是要喂给新人。喂过来，喂过去的。好心疼玲玲。你能理解这一段吗？就是一些编剧都不敢这么编。再看玲玲。谢谢。你要滴啥？眼药水？我帮你滴。我怕你把我戳瞎。他找他老大了，缓解一下尴尬。我调料都给你准备了一份，不放辣椒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妈呀！生气了。我觉得是因为纯纯突然听到了今天那个谁峰峰是跟杨哥约的会，就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，他一下好像心情愉悦非常多。然后想打探说哪个女生去跟你约会，就发现哎呀是杨哥，心情大愉悦。对啊，就立刻没有去想玲玲的感受。对。你们下午是什么？你们下午是一起吗？曾曾知道什么事情呢？曾，帮我解释一下你们下午发生了什么？我来到了悬崖小屋的时候，看到遥远的花坛上坐了2个男人面对面。那你去了哪儿？他其实最先想问的就是迪迪去哪儿了。我一开始要去花海，然后我快到花海的时候掉头了，去了那个神魂颠倒。放心啦，杨哥一来我下岗了，主厨。你们别把杨哥那么搞得那么累好吗？手刚烫伤，马上开始做。哎，你会做饭吗？我喜欢做饭，但做的不是特别好。不要这样，杨哥35岁很累。怎么了？就嗨了呀！你看这个刀工。杨哥，金哥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帮你码黄瓜了，让更专业的人来帮你码。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那段放在边上。我不想。哇，土豆，薯条。你这个是过分了。你是不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告诉你算要拍一下？然后呢？你学会了没？关你什么事情啊？你觉得他只是拍一下的问题吗？天哪！突然杨哥被围住了。杨哥开始照顾着这群大他们10几岁的娃娃，展现一下魅力值，很加分啊！现在，我来吧。但是那里有水会爆。可以，没关系，我来吧。他有一点点在这些小男孩当中有一种男人的感觉，真的，一下跳脱出来了。成熟的大哥。这个火怎么调？这个火就是这样子。你看，全是曾曾在帮忙。对。他就是他这个温度不太能调，他只能调时间。好。那个围裙在谁那儿呢？哦，在这儿。给我一个围裙。我穿的是白的，谢谢。要我帮你系上吗？哎，曾曾，我可能要个围裙，我这东西太容易溅。来，曾曾，快上。哪是头啊？是这个，等一下，这样。好，谢谢。我又要开磕了，开始磕了。那谁？杨哥和登登，你们觉得吗？就是很那个。别这么快。干嘛？触到你的逆龄了是吗？是不是？他一直在问，你发现没？一直在追问各种细节。他憋了一下午啊，真的是。开心。这是什么？我要你的围裙。
What？谢谢。哎呀，琳琳啊！哎，我们停一下吧。我觉得琳琳再迟钝也明白了吧？我觉得他可以跟琳琳约会的时候也不要那么主动，你可以稍微被动一点。对，现在你还一直给他希望，给他回应，对，给他什么，回应，然后回来又是这样。好惨啊！你传递特别多。他输出给琳琳的那些事儿，都是想让琳琳传递给峰峰的。他那会儿正在置气，而且峰峰回来对他的第一态度是全，然后就非常热情的，所以那一刻他就所有一切都化解了，然后他就对，你喜欢的人，你跟他吵架，你气得要死，哇，我觉得怎么样？他一过来，你们没有那种情况吗？马上什么都无所谓。会。哎，是啊，其实就叫给一个梯子下了嘛。台阶你还好长，梯子。对，弟弟，你只要一软下来，他就啊什么都好，宝贝，就这样。所以反而说明纯纯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女孩。她其实没想这么多，就是下意识的很多，就是她的行为模式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康。这个围裙不是这样围的呀，是交叉的吗？不是。哎，系上就行，管他呢。交叉的。我们去休息，走。来，那个，春春你来，春春你来，我教你杀线。不让他走。走不掉，我叫你，哎呀，我天哪！我还说我要休息。哦，好吧，那你看。那我看你，我看你。就算要休息，也不准走。我来教你。你会吗？那不铁的呀，音乐家。哦，对哦，你竟然会弹这个，以为你不学无术呢。我给你拍一张。但这样拍的你很壮硕。听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我教你哆来咪发嗦啦。可以，真的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棒棒，玲玲。哎，棉花糖在哪儿弄啊？你们来，你们来，你们来。他知道对方有点不舒服，对他应该意识到了，累了。那我的 neighbor 没有写信给你吗？昨天给的峰峰。你怎么这么过分啊？今天晚上喝一杯。他生气了，伤到了，伤到了。喝一杯。我觉得大家多了解了解是好事嘛。哎呀，我又了解了一些什么？有哎，有。我就是那种，就是坐在这儿，从大家的信息当中，然后得知所有人的意向。今天晚上的票型有了解了。我们赌不赌？我们可以赌一赌。赌啊，赌什么？不要跟他们讲。赌什么？可心投给迪迪，然后曾曾投给杨哥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要，我也想听听，我也想听听。我们晚上没有 girls night 吗？是听到了吗？我们两个听到了呀，有道理说的。我没听到呀，你那是你那没办法，只说一次，前半部分只说一次。然后，峰峰投给迪迪。他说峰峰投给迪迪。我再和你猜一个不一样的吧，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分歧，就是他这样，跟迪迪。他，峰峰不会。我觉得这个是分歧，咱俩的分歧。我觉得不会，我今天可能就只有一个吧。不要这么还要这么说。那我们去换衣服吧，拜拜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小生你懵了对不对？看不懂。我从房间里找到这个东西，一个投影仪。哎，我用过这个投影仪，哎，这个投影仪外观很酷，画质也很清晰。那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可以喊他们一块儿过来看啊？好，走吧。好美的晚霞。
哇，好漂亮！天哪！我们今天是蓝色之夜，好漂亮！好漂亮啊！记住，我等你呢。又换了礼服了，姑娘们。太好看了，这边好好看哦。我们今天全身都是蓝，蓝色之夜。我们先合影一张，要拍出那种蓝色的感觉。蓝色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你蹦到海里你就知道了。你蹦到海里就知道了。我这边，正好，你们俩那边，我俩。来，可以站你旁边吗？当然可以。阴阳你一下，来，刚刚漂亮。来先笑一张，3、2、1，哇，太美好了。挺搭配的，大家都。大家入座。入座喽，怎么做呀？好问题呀。我觉得杨哥今天应该上座吧。杨哥，好呀，请。空间。好呀，好呀。然后1号院请。好的。好的。2号院请。哦，来吧，老东家，坐吧。这个安排倒是挺合理的，对，这个安排是无话说的。那在我们吃饭前，我们先庆祝一下我们的第3碗。好，然后也庆祝我们来了一位新嘉宾。对，Hello， 欢迎杨哥，欢迎杨哥。谢谢。第3碗真的好精彩啊！杨哥还在陶醉在这种欢迎仪式当中，其实已经暗潮汹涌了。吃吧，先吃吧，好饿死了。开始喂杨哥。这个锅是怎么打算让我们来做的吗？这个螃蟹是我跟杨哥一块儿做的。好，我来吧。哇，杨哥这么贴心啊！而且你看他不是做样子，他是经常做这样事情的人，很熟练。小心啊，小心。哦，谢谢。我要吃我自己做的。哪个是你做的呀？是啊，哦，这个。那我试一下。我的秋葵呢？对，在桌子上，我没拿。我忘了。我讨厌你。我今晚会把秋葵吃完的。我今晚会把秋葵吃完的。不至于，倒也不至于。琳琳啊！开动，琳琳。好，开动。好不，琳琳疯了，琳琳食不下咽了。可以开动了吗？饿死我了！我怎么每天都像饿死鬼一样？每天来这儿干饭。哇，好好吃哦，这个蟹。妈呀，该不会要有人剥蟹了吧？你这半掰开。这样掰。走。突然觉得珍珍还挺好的，没心没肺，也不用卷入这些情感纠葛。对。啊！有点可怜。这个是可以吃的吗？对，这是鸡蛋，可以吃。而且这个鸡蛋吸收了那个蟹的鲜味，会很好吃。好吃。琳琳360度的角度拍到脸上都挂相。我觉得琳琳太可怜了。我帮大家分一下饭吧。来，弟弟。你们想喂杨哥什么呀？先吃，然后我就简单介绍我自己呗，边吃边说。好。我是在上海创业，然后我之前做了一个香水品牌，之后的今年我重新新做了一个渠道品牌，然后主要做的东西就是跟香氛，然后跟家居生活方式有关的。哦。对。感觉像老板在给人开会。真不错。然后就这样，大家就可以直接叫我杨哥。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个游戏，
就是跟旁边的人问一个问题，然后他把答案说出来，但是没有人知道问题是什么。OK。你可以想一想怎么让他回答的让大家觉得很奇怪什么的。可以啊，那就这样顺时针。行啊，玩一轮呗。好了，来一轮哦。我这问题谁碰谁死。来吧，杨哥。会。会。喜欢。喜欢啊！喜欢啊！喜欢什么？这个问题是琳琳问的，应该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。哎呀，你问我来。我就应该去学唇语。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他们都是同一个问题。啊，他看你。他这个他看你，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。我觉得那不是什么你喜不喜欢他这种问题，对，肯定不是比较常规的一个。喜不喜欢什么菜什么之类的那种。他这种氛围一下就起来了，整个饭局的氛围。美。maybe 不能，会和不会？大声一点回答问题，怎么扭扭捏捏的？不是，因为这个不能就不确定，但是70%可以吧？好，可以。啊，70%是吧？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问他。哦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？我想知道。80%，80%。也是问多少？哦，好会问，感觉。哇塞，这里也太精彩了吧！什么呀？哎，你们问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。这样吧，那我们来互相猜猜对方问了什么。可以啊。你不许问我，你先不许问我，我禁止你问我。嘿嘿，好好玩哦。喜欢。不会吧？该不会问说是不是喜欢迪迪？他说喜欢，我会疯掉吧？肯定不是这么，这个太直接了哈。我想知道他被问了什么。那我说，喜欢今晚的月色吗？对。哈哈哈。哇，我真的好无语啊！你们这群男的。这句话，很冷，但我很喜欢。哎，真的无语。好，你来。问一下峰峰问纯纯什么？用纯纯来说吧。他问我今天的晚霞美吗？琳琳整个人卦象到不行，一点不开心，好心疼他。我真谢谢你们了，这个游戏。峰峰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？那我应该问什么问题啊？你最会问了呀。哎呀，那待会儿我问你吧。可心的。我的天哪！下一行。我想知道纯纯问了什么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搞我呀？纯纯问的肯定是说你会不会喜欢杨哥？我就想知道70%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规则在这儿呢，拦不住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杨哥，我觉得他这个很劲爆哎，我有点劲爆，我已经有点好讨厌这个游戏啊！哦，是什么？我说曾曾今天晚上会不会写信给杨哥？我说70%，很好哎，我觉得杨哥也会给他写。曾曾要收到信了，锁起来。有趣，有意思。自己把谜底给揭开了。但我觉得杨哥还可以再看看。
我觉得他去锁定一个他喜欢的人吧。对。你想知道谁的问题？我觉得迪迪问杨哥的，我比较好奇。他很简单的问我，就是在场上，我现在有没有觉得未来可能跟我在一起的人？我说没有，我说没有。现在有没有觉得？什么呀？你问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。太直接了，他这个问题，但是也是只能这么回答。我觉得他的回答很真诚啊。气氛直接有点淡。我是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啊，所以会慎重的多。很快，半年的时间。但是我们没有任何 drama， 也没有任何争吵，就是觉得性格确实不太能够合在一起。因为你们可能后来会觉得，为什么我35岁还没有结婚？因为我觉得我很难能够第一次对别人能够产生心理的波澜，是因为我需要时间。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，这种淡淡的、长长的、简简单单的，是我自己更喜欢的状态。哎，真好。然后，所以我现在想就是还有时间，因为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事情嘛。我觉得我是幸运的，因为我可能在35岁还不算特别老的时候，找到了自己最想做的事儿，而且我觉得它是我的使命。我就感觉像一个东西，然后通过我，然后照向更多的人，我觉得很幸福。问到点上了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告诉大家，都听进去了，曾曾听进去了。你们都会养宠物吗？因为我家里有2只狗，那只14岁的狗，在我高1的时候被一个大狗咬死了。哦，太恶心了。然后回去之后就开始哭，也会去感叹说，哦，生命有些时候就是在这种永恒和瞬间之中交织而成的。当然了，它叫什么？那个14岁的叫圆圆，然后那一个9岁的叫 Angela， 因为我原来养的那只狗也叫 Angela。但不要出来之后会想它吗？哎，好想，好讨厌啊！我觉得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对方，我们不如就现在大家分 house 来玩石头剪刀布。但是呢，输的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微博往下刷，然后呢，别人说停，然后别人就要展示我现在刷到的主页是哪一条。哇！我们黑白配吧，也行，黑白配吧。黑白配。我们俩，你们仨，我们仨。黑白配，那就是可心用你的手机刷微博，然后呢，我们喊停，然后你要给我们展示你刷到的是哪一条。OK， 刷自己微博，这样刷吗？好，停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是一首歌。这个原因就是，在我不吃饭或者吃不下饭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个钱买成爱心午餐捐掉，这样的话我就感觉自己也吃了。哇，大格局，大气，一听就格局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当中，厉害。好，再来一句吧。来，黑白配。我是正面。来，黑白配。你来吧。我的微博有点看不得是吧？这是能看的吗？我不懂哎。好，对着外面。开始吗？你往下刷。再刷吗？停了。停。看好了。然后下面这一条全是自己的照片，然后是文案是帮我配个文案吧。你解释一下，这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要不最后一轮？最后是吧？好。黑白配。好，大家都学乖了，现在没有人玩了。天胡，可心呐。我们不参与，我们参与过的不参与了，不参与了。对。那我们石头剪刀布吧。好，石头剪刀布吧。石头剪刀布。你是唯一那个不一样的，你看。我赢了。我赢了。你是唯一那个不一样的。好。停。
运动会上瘾，但是维度基本没变化。他这一条发的是一个维度，说明纯纯平时经常在运动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孩。你平时会运动的吗？运动可以一起来我房间一起跳。好，今天晚上不见不散。我们准备了一件白 T 恤，然后我们可以每个人签一个名字啊什么的。那我先来了，心口在哪儿？哇，太美好了！哇，可以。为什么感觉心理签名的时候有那种明星那种签名板上打卡的感觉？这么搞笑啊！好看哎，不错不错。奇奇怪怪。好，杨哥跟一群小朋友在一块玩，展示一下吧。杨哥帮我们展示一下。3、2、1。我们里面的游戏现场要玩一下了啊！这样我们每个人还是这样问一个问题，然后待会儿写信的时候，如果谁猜错的话，谁公布自己的答案或者问题，可不可以？这个问题要刁钻一点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劲爆一点。那我问你，你答，反正。那我问你，你答，反正。我谢谢你。论到劲爆，我确实劲爆。杨迪，我们这么转，这么转。也不给你这个机会了。哇，很烂的呀。我们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开始吧。那我得问娜娜，让她答是吧？对。过于劲爆会不会太得罪人啊？你先说说看，我如果不行，我就直接猜对，他也不用公布啊。你尽量问能播的啊，就这样。对，能播的肯定能播，你知道的那个度的，你有分寸感，你肯定是有分寸感。先给我施压，先打好人牌。来吧。你的问题这么长，听到哈？大声回答就可以了。哦。我觉得他在观察我们。他好认真，这个问题很难啊。杨迪是最，然后小曾是倒数第2，我是最后，这样好玩。好，这个问题太好奇了，还排名呢，他还不好奇，我不好奇，一点都不好奇。我不好奇。来吧，那小曾先问柳岩姐。但我一答大家就知道你问我的是啥了。不一定啊，你说。杨哥。妍姐，看你们如此熟悉的朋友之间，能问出什么劲爆的？啊 ，OK，哇，可以说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都可以啊。太不上头，太不上头。翻白眼。15分钟。娜娜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来。会1个字儿。可以。如果待会儿没猜对的人，我们再公布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就公布那个问题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吧。可以回去了，回家喽。我比较想知道你们的故事。好。我们今天是女生夜话时间哦，你们不要烦我们。对，金哥，你去别的院子里面。你不把它放到厨房吗？你很喜欢。那你的衣服我给你丢床上啊。给我吧，我跟他整了一个屋墙。杨哥真的累，回来这个累。居家男人。我好开心啊！可心真开心。Hello， 我把那个 T 恤叠好了，放在一边了，那个晾晾吧。
我今天浪漫一把，我要去外面写。他还是会写纯纯。纯纯不用说。今天有晚霞，想必你的心情。好认真啊！哎呦呦呦呦！这个珍珍老是磕过来摔过去的，这也太搞笑了！出门的时候还被绊一下。我好喜欢他老是自言自语哦，好喜欢他这样，太可爱了。快刀斩乱麻！哎，我这么快？今天洒脱了，今天不用犹豫。对比前2天来说，怎么都在写信呢？我的美女朋友们呢？看一眼。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。哦，美女朋友在写信。这边有人吗？不想来聊天了。纯纯一直没写，他是有点难度的。他要是下笔如有神，我也疯了。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会给你写信的。不能这么玩，不能这么玩。感觉和你聊天挺开心的。他在想要不要给琳琳一个交代。晨晨，你还知道过来呀？要不要尝一口？热的时候。他不写了。这个纯纯就是稍微发生点事儿，他就一下子崩的呀，心态，他自己都没搞明白自己在干什么。哇，今天那个辛迪写好多哦，平时他都是一行。香水。哇，可心好细腻啊！这花瓣一撒，不用犹豫。哎，谁信封里这么多信？肯定是那个3号院啊，每次都塞爆。好，纯纯写完了，我真的很好奇。哦，今天拿到纯纯的人太难了。还有摘花，那就定了，那就没有难度了。为什么？那他怎么可能给琳琳花呢？他为什么要给这封信附加值呢？结果是琳琳那一刻，我就会狠狠的抽脸。
峰新配才对味，下面进入蜜水柠檬心动竞猜环节啊！我们每人抽取1张嘉宾的卡片，把2张卡片都贴在我们蜜水柠檬的答题板上。如果猜错的话，我们就现场公布一下。在问问题的环节当中，我们不知道的那个问题题面究竟是什么？好的。这一期信息量有点大，真的。今天我们先统一起来猜一下杨哥，好不好？曾曾，我也觉得曾曾。曾曾，不一定。你觉得不是曾曾，那谁的概率会上来一点？我觉得搞不好是迪迪，有可能是迪迪，看面相。你的 CP 不太准，我肯定从来没准过。他会不会跟他聊过天，说哎呀，我喜欢香水，给人喷香水？哎，有可能他们有这个隐藏话题。我就投迪迪，因为我觉得他择偶标准嘛。你不是刚刚才说锁死知道这个？现在就换嘛。那你，我们投曾曾的举手。举个手呗。那你们赢了呗，曾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抽各自的卡片啊。传就好，不用抽，没事。随便我要一个就行。还有谁没拿？我俩。完了，我的妈呀！完了，我这个怎么办啊？那我们俩换一下好不好？我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跟你换。真的？哇！你们这个难度有什么区别吗 ？Respect。纯纯给峰峰。哇，这几次运气都特别好，真的没难度，我都填完了。我是曾曾，应该是杨哥了。投完信之后的精神状态非常轻松。那玲玲毫无疑问啊，就是那个纯纯啊。我觉得直球型的人还是不会拐弯抹角了。哎呀，王心迪，我不知道选谁。迪迪肯定给那个可心啊。但是他回来之后，其实有追着峰峰问他啊，你为什么要选什么的，一定要知道他的理由。对。你想他跟可心能写那么长吗？能写啥呢？对吧？我觉得还是可心。当然大概率是他，但是又有这个风险，算了，就可心吧。哎，你还是跟我双向奔赴了哈。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写信的结果。天哪，来了，心头一紧啊。可心。他拿着什么吃的？小礼物，防晒喷雾。开心的什么？这是你的吃的。哦，对哦。对，就晚上饿了可以吃。还有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但是这个我一会儿给他们拿几个好了。有没有吃到的，我给他们都买了一些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收到信，他肯定收到，那就是迪迪写的。这文是不是迪迪？笑了。哦，美丽动人。哎呀，开心了，今天不像之前了。没有你开心。他收到信了，吓人吧？那就是纯纯。我输了。辛迪也收到了，可心写的。哇，可以。我谢谢你在我任性要看花海的时间，愿意依我一起，很任性，但我们不敢，嘿嘿。字写的不及你1/5，但是是我近期写过最多的字了。哇，高兴的一天。他每天那个状态真的很容易被这个信件影响。可不可以蹦一下，真的？这么冷静。
你看这个双向奔赴，这个小花瓣儿。他在爱情里创作这个灵感是源源不绝，每个字都迸发着那种喜悦。你看，祝今夜好梦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有的是时间聊。哇哦，好多花瓣。嗨，嗨，喜剧片。感谢天意，真的。最后我决定送你一块海，你对着阳光看。太会了吧！我要偷拍你看海。所以玲玲说的，你像到底是像谁啊？她像每个电影女主。他能看很多遍。哦，得意，美。糟了，你陷入爱河了。上头啦，兄弟！开心到踮脚了。哎，他还一半一半的把它整理好。好多花瓣。看看峰峰今天拿到几分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有，你就有希望。还不少呢。没有，那是纯纯的。纯纯不可能有3分啊！我一看里面有3分的，哎，2分吗？哦，没有，纯纯没给他写，没有，纯纯写给琳琳了，对，这么震撼。姜老师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正常的呀。真的吗？哦，因为有杨哥了，这里还有杨哥的信呢，剩下那3封是杨哥和纯纯。哦。天哪，昨天3个，今天1封都没有。对呀。杨哥，该拿信了。好，我估计没有我的信吧。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他跟谁说啊？杨哥呀，杨哥在说。杨哥说，你以为他已经幻觉了，置换？我以为他已经难过到出现幻觉了，难过到自己跟自己说话了。峰峰懵了。得体的，但是杨哥的表情，我应该是 NEFP。啊 ，ENFP。哦 ，ENFP。哦 ，OK， 那跟我是一模一样。真的？真的吗？你要我帮你系上吗？你要我帮你系上吗？谢谢。曾曾今天晚上会不会写信给杨哥？我说70%。哎，下雨了。哎，哎。没有。杨哥没给曾曾信。杨哥给了迪迪。你看，我们都猜错了。我猜错了，我的 CP， 我的 CP。曾曾又没收到信啊，3个晚上都没收到信啊。
我也想画海鸥，正好可以照着曾曾的画。你可以看看我这边，这个很好看了。我觉得曾曾是一种对事情很坚持的人，但她外表上却是一个比较柔弱的女生。哇，谢谢。说，今天杨哥一来，唯一接触的女生，但他已经很主动了。所有一切都是出于礼貌。我们很多时候在感情上误把礼貌当作情感。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刘海？对，实在没有想到没有不选的理由了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拿着2封信来了。Hello。哇，他是怎么背过去？我们院子有一个规则，可能还没跟你讲。什么规则？交流15分钟啊。这是我们，你要跟峰峰讲，就是我们入院有了3个入院守则。好。有啥？待会儿看完信的时候跟你说吧。我看完了。等我们都看完再跟你说。而且杨哥35岁了，还要我回来啦。怎么难过了？峰峰吗？峰峰。愧疚感非常强嘛，因为自己没给人写信嘛。峰峰也知道我给你写了信了，对吧？没事儿，今天他肯定就不写给我了，你信不信？为啥呀？我直觉。我们赌不赌？赌啊赌！峰峰他会提笔。好。今天晚上我就。峰峰不会。那你说纯纯为什么在爱情里这么不自信呢？没有人在爱情里100%自信的，就是容易把一些礼貌解读成爱，也会把一些细节解读成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，就是想来想去都会很纠结。哇，玲玲今天写好多啊！下午说会写信，你觉得有压力吗？这一下我就愧疚感巨强。对，很开心你能来。下切上，上切下，下切上，上切下，下切上。这都是比较难的了。那就等到最后一天之前，我看能不能学会，好吧？下切。我好想知道他给那个玲玲是怎么写的。对，这个是最对吧？最关键的，因为这个决定着第2天玲玲怎么反应。看他信里面，万一又给了很多特别的信号，那就那就真的错了，我觉得。对。
哇，开始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惊喜。完。你看，又有下次的约会提前预定了。忘记的菠萝蜜，下次再一起去买吧。还是给他希望。他到底喜欢谁呢？他喜欢峰峰啊。没有，他是在写这信的时候是在觉得峰峰不会给他写信的前提下这么写的。你看人高兴的。哎，还有一封信，这2封信，杨哥写的。拿错了。杨哥没写。哦，杨哥是白纸一张。真的假的？投错了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刚才我信封里面有一个信。哦，对不起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刚看了。你什么人？因为我打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拿了。你看看吧。行，好。曾，曾倒是没写错。哇，好短。圆圆会回来的。狗，只有杨哥关心这事。哎，我们对了。哇，好高级啊，好高级啊！我的 CP 活了！作死！这是谁呀？谁呀？不是这个，让我都猜不出来，这是谁写出来这个信的？高兴死了，因为这是他来这儿收到的第1封信。让我看看。我本来想找你，但是现在我不没事，你们慢聊。一会儿我找你。OK。怎么样？谁给你写信了？那个给我写了。纯吗？对。你们今天相处的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他会来，因为他那个地方他去过一次嘛，然后就聊了一下天，然后互相了解。那你给他写了没？给谁？就纯纯啊。写了，我白天给他说，我说晚上写给他。那就行呗，那还怎么样？那不是挺好的，开心喽！今天到现在你的状态终于不淡了，替你开心。好，行，那我不说了，你们慢慢聊吧。好，我去找他。可怜的峰峰，他啥都没做。我来还颜料。怎么样？今天感觉？今天非常的充实。我下午玩那个冲浪板之前的一个平衡木练习，然后那个板儿下面有一个圆柱，你要在上面荡来荡去，我上去直接掉那儿了。今天太危险了一天，我现在屁股还疼，摔的。高兴的呀！你给我还颜料吗？对了，还有就是想邀请你一块儿创作。我一直有一个旋律在脑海里，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个，我们去门口吧。我就是要曾曾他看完东西了吗？可以去找曾曾吗？可以。曾曾，就是我脑海里有一段旋律，但是因为我五音不准嘛，然后我没办法就是把它给表达出来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如果我把这个旋律哼出来，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音吗？他五音不准，真的底盘不稳。你看完信了吗？我看完了，哎，等一会儿信写了。啊，信不能乱说的吧？不能署名吗？不是。对，不能署名，但咱们也可以聊吧，可以聊吧。他太想分享这个喜了，对。我现在不想聊。不会是你写的吧？我现在不想聊这个事情。这要不好吃啊！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的事情。好。这个他以为是峰峰写的。不，我觉得他在排除，他要确定是杨哥写的。对，就是
如果我哼出来，你能帮我就是校准那个音吗？绝对音感，你在问我这件事情吗？类似。我来了，曾曾啊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他解决一个音准问题。纯纯现在百猫挠心，他是这样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我觉得曾曾应该能听出来。哎，不是那什么吗？他哼几个音，让我知道这是什么音，我真是服了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服了。对，我过来找他们有事儿。啊，那方便吗？方便。方便的。你刚刚找我干嘛？走。那个 stock， 那先不跟你们聊了，这个东西又不急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，这是谁的字？我没见过的字，是我没见过的字。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信玲玲看到了，然后她给你拿过去了，对，所以不是玲玲的，也不是可心的，也不是可心的，应该是杨哥的，对啊，因为杨哥不认识嘛。你想想，他投错信箱，你就知道是谁了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投错信箱，你觉得能是谁呢？对呀，好吧。你还没看啊？我看了，具体看了，你怎么知道是谁啊？就一行，说的是我的狗狗，我就那就肯定是他，因为他不了解。好吧。曾曾没收到过信哈，收到以后简直要把它刨根问底。投错信箱的只能是新人。对。哎，你写给谁啊？还用猜吗？我写给杨哥。对啊。哎。我觉得杨哥会有一些，我觉得更新的东西。你看，就同样是比如说阅历会也好，我觉得在这方面，杨哥比可心更吸引人。我身边有很多杨哥这样的人，那可能我身边没有。对。我也有接触一些比我年纪大比较多的，8岁、9岁、10岁都有，但是，杨哥跟他们的感觉又不一样。他又有那种可心的感性和观察力，对，就是他经历过的艰苦可能会更多。但是就是我觉得杨哥跟我肯定不是一个频道上的感觉。对。左右助攻啊，使劲推。你也用小福星啊？这个嘛，是我超级爱用的胃可小福星卫生巾，简直就是姨妈期的小福星，柔软贴合，想动就动，完全没有顾虑。看，哇，好好看啊！然后我们可以在简谱上面，我们可以编点和弦吗？这个就简单了。OK。这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要看一下。哦，出门看看，出门看看。你的行，我觉得不一定是我。我拿我们自己这个。哦，任务，我们要一起看吗？我以为是信呢，我说怎么这一点还有信？这是啥呀？恐怕。Oh no way！ 每个院子不一样是吧？什么？重新分配了，是吗？不是吧？我去拿一下吧。我回到房间啊。你收到有个任务卡片呢。哦，是吗？看一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是室友的更换日啊！果然更换了。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重新选择自己的邻居。找弟弟，弟弟呢？我去找弟弟。女生院子不动，男生请在下面写上想去的院子，并于今晚完成搬家。哇，太刺激了吧！这下就精彩了。哦，可以2个男生，尤其是那要是3个男生怎么办？那就挤呗。而且正好今天晚上刚是一个信件的重新组合。对，尽管大家住在不同的院子里，
但是随着公共活动的增加，竞争心态和重新组合也会让心仪者呈现出更有挑战力的表现，因为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公平竞争了，还要克服那些早期建立起来的同院优势。至少琳琳和峰峰都得搬到纯纯的院子。纯纯呐，那纯纯真的是难受的呀。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搬家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他们要商量，咱俩换，他是必须要走吗？他就是我想去，哎，说白了，我想去3号院子，我想去3号院子。赶紧去吧，真的想让你去，直接的不行。然后3号院子杨哥什么的也是才刚住下来，有点复对，杂。我也想来你的院子，我也想来你的院子。是的，大家也都知道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我最喜欢这儿。啊？谁啊？我也想要3号院子。他们俩都要3号院子。我的心意，我就想要3号院子。好，这还不简单。虽然可能不一定会遂我们的愿啊，但那无所谓。我先写个3。那个玲玲进不来了，对，除非打地铺。哎，不是，但是玲玲如果跟杨哥商量一下，杨哥是会搬的。杨哥现在的不搬只是麻烦，纯粹就是麻烦。对，当你跟他解释，他肯定会搬。哦，所以有点复杂。那我们去给那个峰峰聊一下嘛。对，聊一下。但我感觉他好像挺开心的跑了，他想怎么？他干嘛跟峰峰聊？你得跟杨哥聊。那好看的就是他要跟峰峰聊。对，就要看这个。你先跟他。哎，咋的呢？聪明，想得明白。因为1号一定会无论如何住得进去啊。对，趁别人还没想清楚之前，赶紧搬。Hello， 来啦！哦，坐，雨林，好看。怎么说啊？哈哈，我肯定填3号院啊。你选3号院子啊？对啊。你不变是吧？我不变啊。我也是刚来。杨哥居然不换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选，我也可以换。你看吧，我都你看吧。杨哥退休，你就按你自己的心意选就好了，别想这么多乱七八糟。峰峰，我们俩过这边讲。啊？这2人在同一屋檐下住得下去吗？火药味儿。不，所以现在怎么样嘛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杨哥是想和你一起住不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我这么想，就是如果杨哥来这个节目，就意味着他愿意遵循这个节目的规则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我是说照顾一下大家的情绪之后呢，然后再决定这个意思。这样吧，你可以问一下可心，反正我的意见就是按你的心意。你先告诉我你选3号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纯纯，还是因为就是说你觉得你不想搬？哦，因为我觉得跟纯纯待在一起很舒服啊，就这样子啊，这就是我的原因。我就是这样。哦，你就是因为纯纯的原因。对，我就说，我觉得跟他待很舒服嘛。哇，太刺激了吧！为什么还会去那个速溶咖啡啊？你觉得我会去找你吗？我好奇的点烦恼是不是为什么你不来找我，而是说你会选择去过一次的地方再去一次？所以你是按人选的是吗？对啊。哇，扎心了。哦，哇，第3题是好看呀。
好，那我来公布一下那个迪哥问我的问题。他觉得我们在场所有人当中，除了已婚的，谁会先结婚？所以我的顺序是迪哥，柳元姐，然后小曾。按年龄大小，他按年龄大小，老的先结。哎，也是没想到杨迪问的是这个问题，还可以吧？可以，挺有意思的。好，那就我一个人错。但是各位成员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纯纯所有的这个纠结，就是很多女生在刚谈恋爱的时候是会问的，我找一个我爱的人还是爱我的人？就她觉得峰峰是她喜欢的，然后她觉得琳琳是她很确定非常喜欢她的，对她很有好感的。因为她即便在今天的写信，她都还在给琳琳往前走的勇气呢。他的意思明显是表达有好感的，就是下次还可以在一起干嘛干嘛。对。那他是断定了峰峰不会找他吧，他才会做这个举动。虽然纯纯可能有一点破绽百出，或者我们会有一些争议，但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和观众是上帝视角？对。我们把每个人的心态还有故事线理得很清楚，但有的时候人在情感关系当中，他就是会左右摇摆的。是。他可能当时是这么想的，下一刻因为对方的一些连锁反应，他又发生反应变化。对。就包括辛迪他本来就是要去悬崖上的花的，他也能够中间改变自己的心意，是，然后感性战胜了理性，所以我觉得就是，如果我们不是上帝视角，我们不会那么清醒。对，就是尤其在那段关系中，我可能没有想那么清楚为什么，我就是当时特别本能的觉得得这么做，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走。那你们觉得，如果峰峰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了，他会立刻把琳琳撇在一边吗？还是说他其实现在在这两个人里面，真的各自有吸引他的点，他真的有点纠结？我觉得他还是坚定选择峰峰的。对，因为都没有确认关系，都是在相处的模式当中。对。总之，无论我们怎么分析，也许下期他们之间真正的发酵出的剧情，都是我们现在此刻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没错。我们就要在下期节目的时候和大家一起看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那我们就下周再见，拜拜，下周见。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，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感谢指定社区问答知乎，深度合作问卷调研平台问卷网。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搜索“相遇的夏天”，参与话题互动 ，get 更多精彩内容。打开微信搜一搜，搜索“相遇的夏天”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